朝鲜向俄罗斯提供新型弹道导弹，乌俄战场再次迎来变化。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，朝鲜已经向俄罗斯提供了很多帮助，要炮给炮，要人给人。在武器方面，继鼓山大炮与 KN-23、KN-24 导弹之后，朝鲜的 KN-15北极星2导弹也坐上了前往俄罗斯的列车，即将部署在乌俄战场之上。那么，北极星2导弹的性能如何，会对战局带来怎样的影响？12月21日，有消息称，朝鲜的 KN-15与鼓山大炮乘坐火车踏上了前往俄罗斯的道路。乌俄战争已经持续近3年的时间，俄军的库存消耗了很大一部分，武器的生产速度也赶不上消耗。于是，俄罗斯也找了几个队友，其中朝鲜就是重点交易对象。俄罗斯拿粮食、日用品以及航天技术与朝鲜交换武器与士兵。根据目前的情报来看，朝鲜已经向俄罗斯提供了100多门火炮，包括170毫米口径的鼓山大炮、240毫米的 M1991多管火箭炮，配套的还有500多万枚炮弹以及100枚短程弹道导弹，包括 KN-23 和 KN-24 型。就连朝鲜士兵都被派往战场充当炮灰。根据泽连斯基的说法，在库尔斯克战场已经有3000名朝鲜士兵伤亡。不过，即使普京不承认朝鲜士兵在库尔斯克的存在，并且将其充当炮灰，也没有影响与朝鲜之间的关系。双方之间的交易反而进一步增加，已经升级为中程弹道导弹。朝鲜最近向俄罗斯提供的武器为 KN-15， 射程为1200公里至2000公里。就射程而言， KN-15 可以打击乌军远离前线的军事基地以及关键基础设施与补给路线。不过实际用起来，结果如何就不好说了。之前的炮弹与 KN-23 已经暴露了朝鲜武器的缺点。早在2024年春季，乌克兰和美国的情报就已经确认，俄军使用了由朝鲜制造的 KN-23、KN-24、KN-23 属于短程弹道导弹，最大射程为900公里，拥有不规则的弹道，以及低空滑翔跳跃式的飞行模式。KN-24 可以看作 KN-23 的轻量版。按照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的报告， KN-24 是一种拥有精确制导系统，能实现精确打击的导弹，类似苏联时期的原点。而朝鲜这次向俄罗斯提供的 KN-15 最大射程达到了2000公里。关于战斗部的重量则稍微有一些差异，有人说是600至700公斤，也有人认为重量达到了1吨。但不管是哪一款战斗部，威力都不容小觑。根据资料来看， KN-15 属于北极星鹰潜射导弹上路之后的产品，技术来源大概是冷战结束之后从苏联弄到的 3M20， 也就是 R27 型潜射导弹。就性能来看， KN-15 已经达到了 R27 原版弹的水平，在2017年2月与5月之间进行了多次试射。在此期间， KN-15 弹道高度达到了540公里，弹头降落点则在距离发射点约450公里的海域。这些数据也被美国与韩国的雷达监测过。在经过计算后发现， KN-15 在搭载400公斤的弹头时，可以攻击距离1800公里左右的目标。此外， KN-15 还属于一种固体燃料导弹，与液体燃料系统相比，固体燃料的导弹机动性更好，更容易部署，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发射，并快速打击目标。KN-15 可以在移动平台发射，实际作战时只需要一辆导弹发射车就能完成从发射到瞄准，再到导弹脱防调整的所有步骤。加上 KN-15 2000公里的最大射程，导弹发射车也有足够的时间撤离发射地点，并且 KN-15 的导弹发射车采用履带传动，野外通行能力比轮式更好，即使冬季来临，到处都是泥泞的道路和冻土， KN-15 也能正常运作。对于朝鲜而言，相比较其他轮式的导弹发射车， KN-15 的隐蔽性更好。就朝鲜向俄罗斯提供的武器来看，已经可以看作的一个火力网。170毫米重炮与220毫米火箭炮负责前线轰炸， KN-23 负责打击前线附近的军事基地， KN-15 则打击乌克兰的大后方。不过剧本很完美，但实施起来就有难度了，毕竟朝鲜武器的可靠性堪忧。在2024年3月份的时候，乌克兰这边的消息就表示，朝鲜向俄罗斯提供的炮弹中有一半都因为质量问题而无法使用，甚至还会损坏炮管，从而炸到自己人。这点可以理解，朝鲜工业能力不足，即使是同一批弹药，也会出现装药量差异和引信断裂等异常情况，使用之前还需要士兵进行额外调整，精度也有一定的问题。朝鲜炮弹落地的弹坑基本呈圆形分布，没有一致的撞击点，这也就意味着
导弹精度较低，实际作战时甚至可能会落在自己人头上。炮弹都已经这样了，弹道导弹的性能就更差了。按照俄罗斯的想法，利用朝鲜提供的弹道导弹，可以建立新的纵深打击系统，从而对乌军后方纵深地区的弹药库、指挥所、爱国者导弹等高价值目标实施精准打击。但是就实际情况来看，俄罗斯的如意算盘没能实现。2024年5月7日，路透社就报道，乌克兰最高检察官安德烈科斯廷表示，俄罗斯在乌俄战场上使用了朝鲜提供的弹道导弹。从2023年12月到2024年1月，一共发现21枚朝鲜导弹的残骸，并得出最终结论：朝鲜武器的故障率很高，大约一半的导弹没有按照预定轨迹飞行，并在空中爆炸，没能有效击中目标。为此，俄罗斯还紧急改变计划，要求自家的工厂加快生产速度，以满足前线部队的需求。出现这种情况，相信大家也都明白是什么原因。制造武器装备就要一个巨大的体系，从采矿冶金到原材料加工，再到把原材料制造成各种零件，并进行组装、测试和生产，难度更高。在长期制裁下，朝鲜缺乏高精度制造机床与军用级别的电子元器件，导弹太多，使用民用产品，做工粗糙，故障率高。在乌俄战场这种复杂电子环境下，朝鲜导弹出现轨道偏差与空中爆炸的情况，也没什么好稀奇的。朝鲜导弹可靠性高才怪。苏联还在的时候可以支持朝鲜军工，但苏联解体之后，俄罗斯自己先躺了。失去外援的朝鲜，只要仅靠 12.3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与2500万的人口，发展出比较强大的军事工业，并做到面面俱到，根本不可能。朝鲜导弹还有另一个问题，精度。没有军事侦察卫星提供精确的定位导航、精准打击能力，一直是朝鲜导弹的短板。那么朝鲜的导弹是如何制导的？现在提到精确打击，首先映入脑海的就是卫星导航系统。不过朝鲜没有，在2023年12月之前，朝鲜是没有侦察卫星的。当然，即使如此，朝鲜导弹也可以制导，毕竟还有惯性导航与地形匹配。实在不行，也可以使用地面控制站来监测和指挥导弹的飞行，只是精度就看运气了。惯性导航系统依靠内置的加速器和陀螺仪来测量导弹的动态变化，包括位置、速度和方向。一旦导弹发射，惯性导航系统就会实时跟踪它的飞行路径，并对其进行适当的调整，从而确保导弹可以沿着轨迹飞行。这种系统的优点就是不依赖外部信号，不容易受到干扰，只是精度无法保证。地形匹配则是导弹会携带预先输入的地形数据，并将其与飞行过程中雷达测绘的实际地形进行比较，从而进行精确导航。缺点与惯性导航一样，无法保证精度。至于民用的 GPS， 就算美国给朝鲜开放，朝鲜也不敢用。实际作战时，这种制导系统基本没用，美国随时都能关。乌俄战争爆发之后，俄罗斯便找上了朝鲜，希望朝鲜向俄罗斯提供炮弹和反坦克导弹，而朝鲜则希望俄罗斯向朝鲜提供先进的卫星与核动力潜艇技术，二者一拍即合。只是2023年达成的协议无法影响朝鲜库存里的导弹。可以确定的是，即使朝鲜使用了俄罗斯的格格洛斯、KN-15、KN-23、KN-24 的精度也不会很高，加上导弹的可靠性，在乌俄战场之上，这些朝鲜武器并不能发挥太大的用处。此外，在2023年11月21日，朝鲜发射了万里镜1号军事侦察卫星，用于增强情报获取和态势感知能力，算是弥补了远程打击武器精度差的缺点。只是相比较美军的 GPS， 依旧还有很大的差距。不过就这点小问题，朝鲜不会在意，其最主要的武器是核武加导弹数量。也正是因为精度的问题，朝鲜对火力的要求就只有一个字：猛。只要数量足够多，威力足够强，精度什么的完全不需要考虑。正因如此，朝鲜导弹的数量并不少，基本每过一段时间就能看到朝鲜试射导弹的新闻。自2022年起，试射已经超100次。这就考虑另一个问题了：朝鲜的导弹技术是从哪里来的？朝鲜导弹的发展路径属于通过改进火箭舰体结构、并联发动机增加火箭级数、扩充导弹规模等途径来增加射程与威力。技术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初，当时苏联向朝鲜提供了萨姆2地空导弹，这已经不算是军事援助，而是传授技术。这批导弹的特点是采用了部分液体弹道导弹技术，只是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，并缺乏外界技术援助，朝鲜弹道导弹技术的进展极其缓慢。在这个时期，朝鲜的重点在挖5和挖7上，通过技术维护工作获得了有关弹道武器的技术。真正对朝鲜弹道导弹研究有重大影响的因素，则是1979年的协议。
当时朝鲜与埃及签署了一项关于共同研发弹道导弹的协议，引进了一套飞毛腿 B 系统以及3枚导弹和辅助设备、车辆。埃及还提供了一批散件。朝鲜研究部门将导弹和系统全部拆解，再对各部件进行测绘。等到1981年，朝鲜就开始利用散件组装导弹。在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中期，朝鲜就已经完成了飞毛腿 B 型的仿制，并开始小批量生产。1984年后，朝鲜国产部件的飞毛腿 B 型正式编号为黄松5型，后面改名为火星5导弹。黄星5与飞毛腿 B 几乎一模一样，外观上没有任何区别，就连螺栓都在同一个位置。在两伊战争期间，朝鲜甚至还向埃及与伊朗提供飞毛腿 B 的配件。仿造完成之后，就要开始自研了。1988年，朝鲜开始自行设计导弹，成果就是黄松6型，将导弹射程提高到600公里。苏联解体之后，朝鲜还找来了一批乌技术人员，加速导弹研制速度。到1999年，朝鲜已经大规模生产黄松6，部分技术甚至被输出到伊朗。在研发黄松6的同时，朝鲜还在进行劳动弹道导弹计划。毕竟打击韩国用不着导弹，远程火炮就足够了。但是在对付日本时，飞毛腿导弹射程短，命中精度又不行，有必要开发一种新型导弹。结果就是劳动导弹。劳动1是朝鲜第一款自研的中程弹道导弹，射程为1000公里到1300公里。只是1300公里的射程根本不能覆盖日本本土。朝鲜又以劳动1为基础研发了劳动2，射程延伸到了1500公里。从1998年至2006年，朝鲜成功研发了大浦洞系列导弹。大浦洞1是朝鲜第一款中远程导弹，射程2000公里，2级液体构型。大浦洞2则是增加了一个发动机，成为3级弹道导弹，射程也进一步增加到6000公里，可以覆盖日本全境。进入21世纪之后，各位就比较熟悉了。朝鲜以 R-27 为基础研发了火星10，也就是著名的无水端粒。该弹从2013年开始试射，但是发射成功率不高，随后被放弃了。但是进入2017年之后，继承火星10技术的火星12在测试连续成功，更进一步的火星14、火星15也在同一年试射成功。2022年，朝鲜火星17试射成功。到这一步，朝鲜已经完全掌握使用液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的洲际导弹技术。使用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的火星11试飞时间较晚，技术来源未知，但大概率来自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，毕竟外形真的很像。除了火星11，朝鲜还推出了火星18，与俄罗斯的亚尔斯较为相似，技术来源就不用火力军提了吧。总的来说，朝鲜的导弹实力的确不弱。由于前期苏联的支持，朝鲜积累了一定的技术。苏联解体之后，又拉拢了一批乌克兰技术人员。接下来想要增加导弹与射程，那就是面多加水，水多加面，改进火箭舰体结构，并联发动机，增加火箭级数就可以了。只是威力大、数量多，并不代表可靠性。那些库存里的导弹能发挥多大的威力，并不好说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朝鲜向俄罗斯提供的 KN-15在乌俄战场可以发挥什么用处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